你是世间唯一以肉身成圣的陆地神仙，却被这系统强制封印在棺材里整整10万年。当你苏醒后，本想找这系统算账，却意外发现自己无意间挥出的一道剑气，竟可以瞬间击败圣人境强者。原来当初系统见你没有无敌，担心你这个宿主被强者一掌重创，于是便强制让你沉睡10万年，等待系统升级。15年过去，本以为只是小小的升级，却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修为竟然从圣人直接跃升至大帝。然而没等你搞清楚是什么状况，系统当即就发布了一个任务：丁发布主线任务，请宿主选定一处宗门驻地，任务奖励宗门建设卡1张，神尊道兵，阵势玄天剑。只有神尊才能完全驱动的神器。你眼睛一亮，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这系统够意思，说干就干。你脚尖轻轻一点，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，下一秒你已经出现在万米高空，俯瞰着脚下的山脉，开始为你的宗门选址。这片万兽魔岭是大陆5大禁地之一，盘踞着一条准神尊境的骸骨龙，3万年前来的。不过对睡了10万年的你来说，它就是个后来户。你心念一动，神尊神识如潮水般铺开，瞬间笼罩了整片山脉，无数生命光点在你脑海中浮现，其中一个亮如白昼，刺眼无比。骸骨龙啊，你刚准备选好地方就去跟这个老邻居打个招呼，系统的声音却再次响起：丁宿主请注意，附近发现有新潜力弟子，请速去招收任务奖励圣境宗门护卫召唤卡2张，灵宝5把，其他奖励随机抽取。9星天才、圣境护卫，还有5把灵宝，你眼神更亮了。宗门可以回来再见，骸骨龙随时可以收拾，但这天才徒弟要是跑了，上哪儿找去？你毫不犹豫，身形一闪，朝着系统给出的坐标疾驰而去。与此同时，万兽魔岭外围，爷爷怎么了？一个身穿青袍的俏丽少女穆清雪看着突然停步，四下张望的爷爷穆言，疑惑地问道：没事，我们继续赶路。穆言摸了摸孙女的头，笑了笑，但眼中闪过一丝不安。刚才他似乎感觉到禁地深处传来一股令人不适的波动，但转瞬即逝。算了，自己一个涅槃境，在这南玄州自保足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阴鸷的笑声从天而降，哈哈哈哈！终于找到你了，穆言！一个黑袍老者踏空而来，眼神像毒蛇一样锁定了穆言。穆言脸色骤变，咬牙切齿道：赵括老家伙，千年宿敌，狭路相逢。穆言，今天就是你的终结之日。赵括狞笑着，又看了眼远处的山脉，你还真给自己挑了个好目的。废话真多。穆言冷哼一声，涅槃境9重天的气息爆发而出。赵括先是一惊，随即不屑的冷笑：那又怎么样？他扭头朝四周喊道：出来吧，几位！结！伴随着一阵怪笑，3道黑影冲天而起，与赵括并排而立，其中2人气息与赵括相仿，而中间那个脸上带刀疤的老者散发出的气息让穆言如坠冰窟。林海境，没想到吧？穆言！赵括得意的大笑，我已经加入了黑煞门，今天你在劫难逃。穆言的心瞬间沉入谷底，一个林海境，4个涅槃境，这阵容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他当机立断，对孙女传音：清雪，等会儿打起来，你就往万兽魔岭里跑，别回头。千万别回头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骸骨龙虽然凶残，但未必会对一个宁迈境的小姑娘感兴趣。爷爷，穆清雪娇躯一颤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来吧！穆言却已怒吼一声，飞身而起，一刀劈出，自寻末路。刀疤老者轻蔑地哼了一声，只是一挥手，一只巨大的灵气手掌便凭空出现，像抓小鸡一样将穆言攥在手里，猛地一握，穆言气息一滞，瞬间昏迷倒地，失去了反抗之力。爷爷！远处已经跑出一段距离的穆清雪看到这一幕，心神俱震，脚步一顿，快走！穆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吼道。穆清雪泪流满面，却只能咬着牙，拼命地向禁地深处跑去。他知道自己活下去才是爷爷最大的希望。还有个小姑娘呢。刀疤老者注意到了穆清雪，赵括立刻阴毒地说道：护法大人，不能让她跑了，必须彻底清除。那就快点，别让她真跑进去了。然而穆清雪一个宁迈境，怎么可能跑得过灵海境和涅槃境？没过多久，他就被4人团团围住，背靠着一块冰冷的石壁，脸上写满了绝望，以为逃进禁地就能活命吗？赵括举起剑，冷笑道：你们爷孙今天注定要陨落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略带笑意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：这么热闹吗？加我一个可好？所有人动作一顿，齐刷刷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只见你苏木一身玄袍从林中闲庭信步地走出，下一秒你的身影瞬间消失，再出现时已经站在穆清雪身前，隔着5步距离微笑着看着她。小姑娘，我观你天赋不错，可愿入我凌霄殿做本座的弟子？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懵了，这家伙从哪冒出来的？这种时候收徒，脑子有病吧？刀疤老者最先反应过来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凌霄殿哪来的无知后生？既然你想自寻末路，我成全你。话音未落，他右手画爪，对着你和穆清雪猛地一爪，灵气汇聚，一只10几米长的巨爪带着撕裂空气的轰鸣声当头抓下。穆清雪脸色煞白，刚要躲闪，却听见你发出了一声轻哼，放肆淡然的2个字，却像9天惊雷在众人耳边炸响。那只灵气巨爪在空中剧烈颤抖了一下，随即砰的一声烟消云散，紧接着一股无法形容的可怕威压从你身上冲天而起，瞬间将空中的刀疤老者笼罩。扑通，刀疤老者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像一只被拍落的飞虫，从空中直挺挺的砸在地上，整个人脸贴着泥土，被压得动弹不得，连根手指都抬不起来。这气息，他用余光惊恐地瞥着你，内心掀起滔天巨浪。这股威压远比他们王侯之境的宗主还要可怕100倍。这小小的南玄州怎么会有这种强者？不好！赵括3人看到这一幕，心神俱颤，他们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捏碎御风符，化作3道流光，朝3个不同方向疯狂逃窜。你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们一眼，连追的兴趣都没有。你转过头，看着已经完全呆住的穆清雪，背着手，平静地问道：怎么样，小姑娘，考虑好了吗？穆清雪这才回过神，看看地上像手下败将一样趴着的刀疤老者，又看看你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
光靠气势就压制了林海静。这位前辈的实力恐怕是圣人，甚至更高，这是他报仇的唯一希望。他不再有任何犹豫，当即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。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穆清雪一拜。叮，恭喜宿主收服9星天赋弟子，任务奖励已发放。你嘴角微微上扬，起来吧，徒儿。你一挥手，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托起。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凌霄殿的人了。说着，你再次挥手，5把光滑流转的武器凭空出现，悬浮在穆清雪面前。剑、枪、刀、斧、戟，每一把都散发着令他心悸的气息。为师出来的匆忙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。这些灵宝，你看喜欢哪个就挑一个吧。灵宝，穆清雪眼睛都瞪圆了。他爷爷那本还是从古老遗迹里九死一生才得到，而你随手就拿出了5把，还让他随便挑。他狠狠地咽了口唾沫，强压下心中的震撼，挑中了那把青光长剑。多谢师尊。他接过剑，郑重地说道，随即指向地上动弹不得的刀疤老者。师尊，这个家伙该如何处置？你无所谓的摆摆手，你处理吧。是。穆清雪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转头看向刀疤老者时，俏脸瞬间冰冷下来。别动手！刀疤老者用尽全力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，剑光一闪，刀疤老者被击飞出去，彻底失去了气息。好了，走吧。你转身，带着穆清雪飘然而起，顺手将穆言的残骸也带上，仿佛刚才只是解决了一只蝼蚁。安葬了爷爷后，穆清雪红着眼眶回到你身边。行了，没事。你拍拍他的肩膀，知道这种痛苦必须他自己跨过去。你带着他直接飞向了万兽魔岭深处。师尊，我们这是要去哪？穆清雪看着周围越来越可怕的妖兽气息，忍不住问道。回宗门啊！你瞥了他一眼，随即停下身形，指着前方一片还算平坦的林地，点点头。到了。穆清雪看着眼前空空如也的林地，别说宗门了，连个茅草屋都没有，彻底傻眼了。稍安勿躁，你淡定地安抚了一句，随即在心中默念：系统选定此地为宗门驻地，使用宗门建设卡。叮，使用成功。宗门建筑具现中。话音刚落，大地开始剧烈震动，在穆清雪震惊到无以复加的目光中，一座座琼楼玉宇、亭台楼阁、洞府大殿拔地而起。短短几个呼吸，一片荒山野岭化作了一座气势恢宏、仙气缭绕的宏伟宗门。咕噜，穆清雪艰难地咽了下口水，结结巴巴地问：师尊，我们的宗门就建在这里？那骸骨龙？你闻言望向山脉深处，随即毫不在意地收回目光，随意道：骸骨龙，我知道他，好像是在我沉睡的时候来的，挺有意思一小家伙，不用管他。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却让穆清雪如遭雷击，思维瞬间凝固。小家伙，那可是准神尊境的境地之主，在你口中只是个小家伙。还有，在你沉睡的时候来的。骸骨龙盘踞此地已经3万年了，你到底活了多少年？这一刻，穆清雪对你实力的所有猜测瞬间被推翻。他意识到自己拜的这位师尊是一个远远超出他想象、古老而可怕的存在。看着你缓步走向宗门山门的背影，他心中的敬畏达到了顶点，但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安心。有这样一位师尊，何愁大仇不得报？你踏入殿主大殿，身后跟着的穆清雪正像个好奇宝宝，东张西望。怎么了，清雪？你注意到他的心不在焉，便停下脚步，背手而立。有问题，师尊。穆清雪扫了眼空荡荡的大殿，疑惑地看向你。为什么我们一路走来，一个护法或者师兄都没看到？这地方灵气是足，但安静的像座空城，除了你们俩，连只鸟都看不见，确实诡异。这个你早就备好了说辞，面不改色的开始胡扯。我们凌霄殿隐世太久，最近才准备重新入世，护法和弟子们要么在闭死关，要么就出去云游，为宗门重出江湖打前战去了。一边说着，你一边暗中联系系统。系统，给我用2张圣境护卫召唤卡。叮，圣境护卫召唤卡使用成功。系统话音刚落，大殿外瞬间多了2道气息，下一刻2道身影便已齐刷刷迈入殿内。秦风、楚河，见过殿主。2个中年模样的黑袍人对着你躬身行礼，态度恭敬到了极点。回来了。你隔空一抬手，一股柔和的灵力将他们扶起，随即看向身边的穆清雪，淡笑道：清雪，这2位是我凌霄殿的护法，刚出关。紧接着你又转向那2人，仿佛随口一问：2位修炼可有进展？回殿主。2人立刻抱拳，声音洪亮：我2人已突破圣境6重天。很好，你满意地点点头。圣境6重天虽然在你面前不够看，但扔到这南玄州足够横着走了，就连那个所谓的州主也不过是这个境界。对了，你突然一拍脑袋，想起来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用。系统抽奖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仙金太虚到点。到点，你敏锐地捕捉到这2个字，眼前顿时一亮，立刻打开系统页面查看。太虚到点，以无尽虚空正道，修炼太虚道体，掌控空间之力，大成之后与虚空同体，攻防无双，神鬼莫测。爽！看完介绍，你眼里的满意都快溢出来了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刚收的徒弟正愁没功法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旁边的穆清雪听着你们的对话，嘴巴已经张成了 O 型。圣人之境的护法，他对自家宗门的实力认知被瞬间刷新。这种势力，就算放眼整个9州界，也绝对是一流。想到这，穆清雪感觉自己简直是撞了大运，要不是被你选中，他早就成了山里的游魂。现在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有了报仇的希望。那师尊，穆清雪深深一躬，徒儿就先下去修炼了。等等，你叫住他，朝他招了招手，过来。是。穆清雪虽然疑惑，但还是快步走到你面前。还没等他站稳，你2根修长的手指已经点在了他的额头上。一股磅礴的记忆洪流瞬间涌入他的脑海。穆清雪双眼紧闭，呆立在原地，好一会儿才消化完。师尊，他缓缓睁开眼，感受着脑海里那部强大到令人战栗的功法，看着你脸上的微笑，嘴唇都有些哆嗦。这是太虚到点，光听名字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多逆天。徒儿，你背手而立，声音温和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。这门功法很适合你，好好修炼，待你大成之日，这9州界你想去哪就去哪，就算是所谓的神尊，也休想碰到你一根汗毛。时间为尊，空间为王，这功法就是无解的代名词。谢师尊。穆清雪再也忍不住，直接跪下行礼，通红的眼眶和颤抖的身体暴露了他内心的激动。这种级别的功法，拜师不到半天就传给了他，这份信任让他如何不感动？行了，去吧。你挥了挥手，北面那座灵山没人住，自己去挑个洞府
修炼上有问题，随时来找我或2位护法。是，弟子告退。穆清雪转身退出大殿，直奔你所说的那座灵山，挑了个灵气最浓郁的洞府，立刻开始了修行。9星天赋加上顶级功法，效果是可怕的。周围浓郁的灵气疯狂涌入他体内，他的气势节节攀升，凝迈进9重天，凝迈进10重天。短短几个呼吸，穆清雪连破2重天，直接达到凝迈进圆满。不错，大殿内你感应到这一切，微微一笑，随即你只是随意的抬手一挥，轰！整个宗门范围内的天地灵气仿佛收到了命令，瞬间一滞，紧接着全部化作一道洪流，疯狂涌向穆清雪所在的洞府。洞府内的穆清雪猛地睁眼，被周围几乎液化的灵气惊呆了。片刻后，他心头一暖，立刻闭上眼，先前停滞的气势再次疯狂暴涨。你收回目光，徒弟的事安顿好了。接下来，你站起身，一把银光闪闪的长剑凭空出现在手中。你一边摩挲着上面繁复的纹路，一边望向远方，你的眼神仿佛穿透了万里空间，落在一头沉睡的庞然大物身上，语气中透出一丝按捺不住的战意。该去收租了。话音未落，你的身影便在大殿中消失，再次出现时，已在万丈苍穹之上。秦风、楚河、店主2人瞬间冲天而起，你对他们点了点头。我出去一趟，守好宗门。是。交代完毕，你再不犹豫，向前踏出一步，身影瞬间模糊，消失在天际。你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深入万兽魔岭，很快便停下了身形，看着下方，嘴角微微一挑，找到了。下方2座山峰之间，一头100米长的庞然大物正蜷缩着沉睡，它通体白骨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玉石般的光泽，骨架间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肉膜，龙头之上，一对巨大的白角燃烧着幽白色的火焰。你第一次见这东西，两眼直放光，太帅气了！这玩意儿要是绑回去当护宗神兽，那牌面直接拉满。说干就干，你不再犹豫，身上的神尊气息轰然爆发，如同天塌地陷般，瞬间笼罩了整片山脉。山脉内圈的凶兽们瞬间炸了锅，弱小的当场被压趴在地，气息紊乱，强一点的也撑不住，发了疯似的向外围逃窜。与此同时，万兽魔岭外围，3道黑袍身影猛地停下脚步，惊骇地望向山脉深处。小姐，一名黑袍人上前一步，声音苍老：“山脉里有大变故，属下前去一探，您和白霜护法在此稍后。”为首的身影微微点头。一道略带沙哑的妩媚女声传出：“务必小心。”目送那人离去，他忧心忡忡的喃喃自语：“难道是那头骸骨龙苏醒了？可能性不大。”剩下的那位黑袍护法白霜沉吟道：“记载中，骸骨龙极少离开核心圈。”话虽如此，他的语气也充满了不确定。谁都知道，总有倒霉蛋在外围闲逛时被极少离开的骸骨龙一口解决。骸骨龙吗？为首的女子叹了口气，望向某个方向，满是担忧，希望父亲能撑住。另一边，你可不知道外面这些琐事。你正饶有兴致地站在山巅上，看着下方那头被你惊醒的庞然大物后，惊天动地的怒吼声中，骸骨龙腾空而起，巨大的身躯遮天蔽日。他紧闭的双目睁开，眼眶里燃烧着2团幽白的鬼火，紧紧地盯着你。哇，你眼里的光更亮了，越看越顺眼。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。谁？一道浑厚的意念在你脑海中响起。骸骨龙那巨大的龙头正对着你。汝是何人？为何闯我万兽魔岭？听到这话，你眉毛一挑，不屑地哼了一声。闯你的万兽魔岭？笑话，这里一直都是本座的地盘，你可没胡说。7万年前你沉睡时，这破山脉连个名字都没有，是你一觉醒来，这骸骨龙才就战朝，把它变成了所谓的劲敌。论资排辈，现在九州界上活着的这些生灵，在你面前都是后辈。汝的地盘。骸骨龙愣了一下，但随即眼中的鬼火凶光大盛，他能把这里变成劲敌，可不是什么好对付的角色。你身上的气息虽然强得离谱，但他也不可能凭一句话就让出老巢。传出去，他龙帝的脸还要不要？不管汝是谁，胆敢挑衅吾！骸骨龙咆哮着抬起巨爪，准备攻击，但下一秒，他的动作和声音戛然而生，整个龙都僵在了半空中。想动手，你不知何时已经举起了手中的阵势玄天剑。身为神尊道兵的无匹气息轰然席卷，与你的神尊威压产生共鸣，整片空间都开始剧烈震颤。咔嚓，天空的云层被撕裂，无数雷蛇在其中翻滚，发出沉闷的咆哮。这股气息爆发的瞬间，整个九州界都被惊动了。千万里之外的水晶龙宫，一名绝色女子猛地睁开双眼，目光仿佛穿透了无尽海水，投向万兽魔岭的方向，神情瞬间变得无比严肃。神尊境，那头死龙突破了。不对，为什么还有神尊道兵的气息？他想不通。那条骸骨龙的底细他很清楚，离神尊还差得远，更别提道兵了。他立刻抬手一挥，身前出现一面古朴的铜镜，镜面泛起涟漪，很快浮现出万兽魔岭的景象。一龙一人，他的目光瞬间锁定在你身上，表情变得微妙起来。这是谁？不只是他，所有通过各种秘法窥探此地的大名们，脑海里都冒出同一个疑问：健壮的神尊道兵，此人到底是谁？就在这时，镜中的你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缓缓抬头，一双锐利到极致的眼眸，隔着千万里空间，与铜镜外的女人对上了视线。一道冰冷的哼声毫无征兆的在他耳边炸响，女人还没反应过来，眼前的铜镜便开始剧烈颤抖，伴随着咔嚓声，镜面瞬间布满裂纹，然后哗啦一声碎了一地。我的窥天镜！女人看着一地碎片，顿时发出一声尖叫，脸上写满了肉疼。一件古兵就这么废了，该死！她银牙紧咬，却不敢有任何报复的念头，自己窥探在先，这个亏只能硬吃了。一声冷哼，就能隔着千万里震碎古兵，这就是神尊之威。与此同时，九州界各处惊呼声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用法宝的法宝碎裂，用秘术的当场被反噬，修为弱的直接陨落。一瞬间，所有窥探的目光消失得干干净净，视线回到万兽魔岭。你察觉到那些烦人的家伙都走了，才重新将注意力放在骸骨龙身上。声音冰冷：臣服或者陨落，自己选。骸骨龙午休沉默了。如果说之前他还想拼一拼，但在你拿出神尊道兵的那一刻，他所有的战意都被浇灭了。一个货真价实的神尊，手持神尊道兵，怎么打？
拿头去打吗？哎，古修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收起巨爪，庞大的身躯缓缓降下，将头颅低到你的视线之下，声音低沉：古修愿臣服于神尊。他脾气是暴，但不是傻，不臣服就是陌路一条，跑都跑不掉。给一尊神尊当手下，不丢人。很好，你脸上这才露出微笑，收起了气息和阵势玄天剑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凌霄殿的护宗神兽。是神尊。古修刚应下，系统的提示音就在你脑海里疯狂响起。叮，恭喜宿主自主收服护宗神兽，任务奖励：天级灵脉 X9，古兵 X2，随机抽奖机会 X2已发放。你直接愣住了，出来收个坐骑而已，居然还能触发隐藏任务，找个护宗神兽，奖励这么多。看着系统里一长串的奖励，你眼睛都亮了，爽的差点吼出来。系统，你简直是我的神，这跟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区别？凌霄殿刚开张，正缺资源呢。你摸着下巴，目光闪烁，原来这系统还有隐藏任务。正想着，系统提示再次响起，叮，警告，附近发现实心天赋弟子，请宿主立刻前往招收。任务奖励：高级召唤卡 X2，菩提古树 X3，随机抽奖机会 X2，宗门随机设施 X1。咕噜，听着这豪华到爆炸的奖励，你下意识擦了擦嘴角，直接瞬移到空中，对着古修一招手，走。古修回宗门前，先去外围转一圈。是神尊。古修的身形迅速缩小，转眼间变成一个身穿玄色衣袍、五官硬朗的冷面男子。神尊，他恭敬地来到你身边，以后叫店主。你随意挥了挥手，一步踏出，已在万里之外。古修连忙跟上，眨眼间，你们就来到了山脉外围，站在一座山巅之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毫无察觉的三人，两个灵海，一个开府。你的视线扫过三人，最后定格在那个开府镜的身影上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找到了。下方正在交谈的白瑶突然心头一跳，下意识的抬头望向四周，怎么了，小姐？没事。白瑶摇了摇头，以为是自己多心了。一旁的白霜护法语气焦急，小姐，我们没时间了，族长那里。白瑶的表情瞬间沉重下来，他知道如果拿不到那东西，父亲性命难保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快！吼！话音未落，一声狂暴的兽吼打断了他。三人骇然抬头，只见不远处一头通体雪白、额有王字的巨虎正紧紧地盯着他们。小姐小心，灵海境凶兽！白霜护法脸色大变，挡在白瑶身前。该死，外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他手中出现长剑，身后4条毛茸茸的虎尾瞬间弹出，准备决战。四尾狐。山巅之上，你看到这一幕来了兴趣，有意思。你摸着下巴，扭头对古修吩咐道：“我下去看看，你去把那东西给我拿来。”哎，古修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你的身影已经从山巅飘然而下。他不敢怠慢，立刻转身冲入山脉深处。下方战场，谁？白霜正要动手，突然看到一个年轻人从天而降，他瞳孔骤缩，看不透境界，这说明来人的实力远在他之上。那头白虎可不管这些，咆哮一声，正要扑出。就在这时，你听见动静，不耐烦地回头瞥了他一眼，仅仅一眼，准备扑出的白虎全身的毛瞬间炸起，动作僵在原地，然后以一种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趴在地上，巨大的虎头紧紧贴着地面，发出了小猫一样的呜咽声。嗷呜！这戏剧性的一幕让白瑶三人脑子直接宕机了。前一秒还凶神恶煞的灵海凶兽，下一秒就趴在地上摇尾乞怜。这巨大的反差让他们彻底愣住。长得还行，你缓步上前，在那大猫毛茸茸的额头上摸了摸，手感不错。嗨嗨！白霜护法回过神来，连忙收起武器，对着你深深一躬。见过前辈。这年轻人一个眼神就镇压了灵海凶兽，其实力简直深不可测。叫声前辈都是占便宜了。无足。你的目光在三人身上扫过，最后在白瑶身上多停顿了一秒，才淡淡开口：“来万兽魔岭干什么？”回前辈。白霜不敢隐瞒，我们来此寻找一株灵草。灵草？你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，不紧不慢的开口：“地阶下品，九幽草。”此话一出，三人脸色巨变。白霜定了定神，只能点头承认：“不错，正是九幽草。前辈，我们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告辞。”等等，你拦住他们，笑了笑。现在的万兽魔岭可不太平，所有凶兽都在暴动，凭你们这点实力，别说拿到九幽草了，连内圈都进不去。这三人沉默了，他们知道你说的是事实。白霜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决绝：“多谢前辈提醒，但我们有非去不可的理由。那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”三人一愣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你身旁，正是古修。店主。古修摊开手掌，地上一物，恭敬道：“您要的东西。”随着他手掌摊开，一朵如同星辰般璀璨的花朵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白瑶忽然失声惊呼，语气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激动：“九幽草！”你看着古修手里的九幽草，那三个人的眼珠子就跟粘在上面似的，根本挪不开。地级灵草，九幽草，这玩意儿，他们拼了老命都未必能拿到手，现在就这么突然出现在眼前。交易。白霜强压着激动，声音都带了点颤：“不知前辈，您说的交易是？”简单。你从古修手里拿过九幽草，目光越过白霜，落在他身后那个叫白瑶的姑娘身上，嘴角一勾：“花给你们，但这个开府境的小姑娘，愿不愿意进我凌霄殿做我的徒弟？”这话一出，不光那三个人傻了，就连你身边的古修都愣住。搞半天，店主您大老远叫我来，就是为了收个徒弟？当事人白瑶更是手足无措，话题怎么突然就甩到自己身上？旁边的白霜和另一个护法反应过来后，表情那叫一个精彩，用九幽草当学费，收自家公主为徒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瞬间就懂了，这事好像大赚啊！凌霄殿是没听过，但你刚才一抬眼就让林海期的白虎乖得跟猫似的，再加上这个看不透深浅的古修，这宗门实力能弱到哪去？在他们看来，你少说也是个圣人之境，甚至更高。这种级别的人物，当个小州的州主都绰绰有余了。而他们狐族最强的族长，也就是白瑶他爹王进八重天，现在还重伤昏迷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来拼命找九幽草救人。
可现在呢，九幽草就摆在眼前，条件只是让自家小姐拜你为师。这么一算，他们不用去玩命，花到手了，小姐还傍上个顶级大腿，这哪是一举三得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我同意。不等白霜他们开口，白瑶自己就抢先答应了，这还用想？对他来说，百利无一害。最关键的是，爹有救了。他直接绕过白霜，走到你面前，一把摘下兜帽，露出了真容，一头青丝垂下，尖尖的耳朵若隐若现，一张俏脸上带着几分天生的魅惑，尤其是那双深红色的瞳孔，仿佛藏着一汪醉人的酒，妥妥的一个绝色美人。师尊在上，白瑶扑通一声就跪下，脸上全是郑重，请受徒儿白瑶一拜。他话音刚落，你脑子里系统的提示音就炸开了，叮！恭喜宿主收服10星天赋弟子，任务奖励高级召唤卡2张，菩提古树3棵，随机奖励抽取机会2次已发放，宗门设施悟道殿已完善。听着这一连串的提示，你爽的就像3伏天喝了冰阔了，顺手就在白虎毛茸茸的背上多撸了2把。起来吧，我的好徒儿！你虚手一抬，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他扶起，然后把九幽草递了过去，微微一笑，既然入我门下，以后就得守规矩，好好修炼。是，徒儿明白。白瑶接过九幽草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太好了，爹有救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不好！身后一声惊呼，把白瑶从喜悦中拽了出来。他一回头，就看见白霜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一样。怎么了？白霜护法。白瑶心里咯噔一下，一股不祥的预感冒了出来。出事了，小姐！白霜咬着牙，声音都在抖。首席护法传信，黑水玄蛇族对我们发起了总攻，他让我们带着你立刻逃离南玄州。什么？白瑶眼睛瞬间瞪圆，下一秒他想都没想，转身又朝你跪下了，语速快得像连珠炮。家族有难，徒儿请求马上回去救人，求师尊批准。说完，你却没立刻回答。白瑶的心瞬间沉了下去，他知道自己这是办得不地道，前脚刚拿了你的东西，后脚就要跑路，这跟占便宜有什么区别？可他没得选，爹妈亲人都在族里，他必须回去，哪怕是回去送命。至于求你出手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掐死。开什么玩笑？两人认识还不到半天，凭什么开这个口？家族有难啊！你看着跪在地上的白瑶，表情有点玩味，你倒不是气他要走，而是在想另一个问题：收古修的时候都能触发隐藏任务，那收几个附属势力当小弟，是不是也能刷一波奖励？想到这，你不再犹豫，试试呗，成了大赚，不成也没损失，念你一片孝心。你挥手将他托起，扭头对古修使了个眼色，身影瞬间消失，只留下一句话在空中回荡：为师准了，早去早回，谢师尊。白瑶感激的再次拜倒，心里对你这位师尊的好感度直接拉满。这次要是能活下来，这条命就是师尊的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动身时，等等，古修突然开口，在三人疑惑的目光中，他缓缓说道：有个交易，做不做？又来交易？白霜和同伴对视一眼，心想你们这宗门的人怎么回事？人均交易大师，但他嘴上还是客客气气的，不知前辈说的交易是。看在店主弟子的份上，古修瞥了一眼白瑶，面无表情地说：我凌霄殿可以帮你们青丘狐族度过这次难关。三人同时一愣，白霜咽了口唾沫，小心翼翼地问：那条件是？他知道这帮助绝不可能是免费的，很简单。古修双手抱胸，吐出2个字：臣服。他接着说：只要你青丘狐族愿意成为我凌霄殿的附属势力，我们自然会出手。附属势力这个条件再次超出了他们的预料，三人面面相觑，都纠结了起来。这事他们3个可做不了主。好，就在白霜犹豫的时候，白瑶斩钉截铁的声音响了起来，他直视着2位护法，沉声道：我们没时间了。没错，都到这份上，首席护法都让他们跑路了，说明家里已经顶不住了，是当别人的小弟，还是直接被灭族？这道选择题出现在白霜2人脑中时，答案已经不言而喻。前辈，白霜对着古修一拱手，语气无比坚定：只要凌霄殿出手相助，我青丘狐族愿意臣服。很好。古修点点头，扭头看向一旁，下一刻2道身影踏空而来，落在几人面前，正是秦风和楚河。古修护法，2人先是行礼，他2人会去解你族之危。古修对白瑶说完，又补了一句：别忘了店主的话，早去早回。话音未落，他便带着白虎冲天而起，瞬间消失。事不宜迟，走吧。秦风楚河二话不说，直接示意白瑶3人带路。至于担心这2个人够不够，当白霜发现自己还是看不透这2位的境界时，心就彻底放回了肚子里。与此同时，你已经回到了凌霄殿，你悬在空中，右手一抬，9条小龙般的灵气在掌心盘旋，天极灵脉。你喃喃自语，心念一动，9条小龙呼啸而下，瞬间钻入地底。轰！整座山脉猛地一震，紧接着这片天地的灵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，几个呼吸间，灵气浓郁的化作了白雾，将整个凌霄殿笼罩得如同仙境。这才像点样子。你满意地点点头，从空中落下，刚一落地，一个清脆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：师尊！你一侧身，穆清雪俏生生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清雪啊！你打量了他2眼，赞许道：开府境了，不错，不愧是系统认证的天才，这才几天，太虚到点就入门了。你心里不由得感慨，幸亏自己有挂，不然得卷到何年何月，这都多亏了师尊。穆清雪谦虚道。紧接着，他好奇地看着周围的灵物，师尊，宗门这是怎么了？灵气突然变得好浓，他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夸张的灵气，感觉呼吸一口修为都在涨。没什么，为师随便埋了几条灵脉。你风轻云淡地说着，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随即，你指着不远处一座刚刚落成的大殿，对了，那是悟道殿，能帮你参悟功法，想去就去吧。悟道殿，穆清雪的眼睛瞬间就亮了。谢师尊，得到你的允许，他立刻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。你微笑着看着他跑远。就在这时，古修带着白虎从天而降，店主回来了。你顺手又开始撸，一边撸一边问：怎么样？我们宗门环境还行吧？店主手段真是让古修汗颜。古修这话是发自真心的服气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来之前这地方灵气也就一般般，现在倒好，9条天级灵脉打底，灵气浓的都快滴出水了。放眼整个9州界，这也是独一份的豪横。玉湖山，青丘狐族驻地，此刻这里已经是一片火海，喊声震天，术法光芒乱闪，无数身影在残垣断壁间激战。天空中数十道身影激烈碰撞，其中一处战场更是无人敢靠近，那是2位高阶王境的对决。白川，一个黑袍老者一剑
片逼退对手，放声狂笑。今天你青丘狐族必定覆灭。被称为白川的狐族首席护法冷哼一声，背后5条狐尾狂舞，哪怕浑身是伤，气势却丝毫不减。战斗还没结束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还嘴硬。黑袍老者，黑水玄蛇族首席护法莫绝，用剑指着下方，满脸讥讽：“你的人好像快撑不住了。”白川脸色铁青，他看得出来，族人已经快到极限了，落败只是时间问题。要是族长没事就好了，他心里一阵悲哀。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废话少说，再来！首席护法。就在白川准备拼命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让他动作一僵，他猛地回头，瞬间瞪大了眼：“阿瑶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他扭头怒视白霜：“我让你带他走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”他已经做好了陨落的准备，就是为了给狐族留下一线生机，结果他们居然跑回来了。首席护法。白霜刚要解释，啊哈哈哈，原来是狐族大小姐回来了。莫绝的大笑声打断了他，目光贪婪地锁定在白瑶身上。正好，我族少主乃圣人之资，若能得你辅佐，必能更上一层楼。赤阳宗。白川脸色一变，但还是上前一步将白瑶护在身后，破口大骂的状态全开：“就你家少主那无用之辈，也敢惦记我家小姐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你懂什么？”莫绝脸色一冷：“我家少主乃圣人之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评价？动手！”白川不再废话，同时暗中传音：“白霜，马上带小姐走，别管我们。”然而白瑶却摇了摇头，他转身对着身旁2个陌生的男人深深一躬：“请2位护法出手，解我狐族之危。”秦风和楚河对视一眼，同时动了：“上面的交给我。”秦风话音刚落，右手对着莫绝的方向，轻飘飘的一闪，嗡，天地间的灵气瞬间凝固，随即化作一只遮天巨掌，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，朝莫绝拍了过去。莫绝整个人都傻了，直到掌风刮得他脸皮生疼，才反应过来，脸上瞬间被恐惧填满。这是圣人之境。他吼出这句话的同时，巨掌已到面前，他拼命挥出几道剑气，却如同螳臂当车，连阻碍巨掌一丝一毫都做不到。秦风五指一收，灵气巨掌骤然紧缩，莫绝当场陨落，残骸缓缓坠落。黑水玄蛇族首席护法，王侯之境7重天。咕噜，白川看着那条巨蟒残骸，狠狠咽了口唾沫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跟自己斗了半天的王境7重天强者，就这么一下被解决了，连渣都没剩。要是换成自己，白川打了个冷战，赶紧扭头看向白霜，眼神里全是问号。白霜立刻开始给他传音解释。就在这短短的传音功夫，战局已经彻底逆转。空中的秦风对阵黑水玄蛇护法，实力悬殊，随手一击便击溃一片。地上的楚河更干脆，连手都懒得动，直接放出圣人之境的威压。所有黑水玄蛇族的弟子瞬间感觉身上压了座大山，别说战斗了，连站都站不稳。青丘狐族的人一看这情况，哪还客气？青丘狐族众人压抑的怒火终于释放，对着无法反抗的敌人发起反击。白川听完白霜的解释，再看看眼前这砍瓜切菜般的场面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他活了上千年，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。不过转念一想，给这种一出手就是2个圣人当打手的神秘宗门当附属势力，他们青丘狐族这是要起飞了。青丘狐族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惊天怒吼从天边传来，一个黑衣中年男子瞬息而至，他看着满地的蟒尸，双眼瞬间变得通红。莫苍兰。白川一愣，随即皱眉：“你突破了。”来人正是黑水玄蛇族的族长莫苍兰，他之所以没出现，就是在闭关突破。少废话！白川，莫苍兰此刻已是王侯之境10重天，手持神兵猎魂枪，气息暴虐，杀气腾腾。今天我要横扫你青丘狐族上下！他现在感觉自己膨胀的不行。区青丘狐族，反手可灭！狂妄！一道冷哼声响起，莫苍兰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个叫楚河的陌生男人已经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，抬起一只手，看似平平无奇的拍了过来。不好！莫苍兰浑身汗毛倒竖，危险的阴影瞬间笼罩了他，他来不及躲闪，只能把祖传神兵猎魂枪横在胸前。砰！手掌与长枪碰撞，莫苍兰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传来，手上一麻，神兵猎魂枪直接脱手飞出，落入了对方手中。不错的神兵！楚河掂了掂手里的长枪，然后反手一刺，长枪瞬间贯穿莫苍兰要害，他身形一僵，气息迅速消散，他的身体化为圆形，一条鳞甲乌黑的巨蟒被自己的神兵挑在了空中，生机全无。黑水玄蛇族族长，王侯之境10重天强者莫苍兰陨落。青丘狐族那边尘埃落定，黑水玄蛇族全军覆没。也就在这时，端坐在店主大殿的脑海里猛地响起一个声音：叮！恭喜宿主收服首个附属势力，奖励护宗大阵9天御雷阵。护宗大阵，你眼前一亮，猜对了，收服势力果然有大奖。你立马点开系统页面，查看这个所谓的9天御雷阵。这阵法一旦开启，虚空生雷云，万千天雷随你心意劈下，人越多，威力越强，所有入阵者的力量都会汇集到作为阵眼的你身上。好东西，你心里赞了一句，接着就把视线转向了系统空间里攒下的其他奖励：收服古修，收2徒弟，奖励都还堆着没动，放着又不能下载，得赶紧用了。9条天级灵脉已经打入地下，2把古兵、玄武盾和破军矛，你决定先留着。你的目光落在了那2张高级召唤卡上，高级召唤卡可随机召唤出圣人之境至准神尊境的强者，保底圣人。你琢磨了片刻，随即大手一挥，懒得多想，管他强弱，反正都是你忠心耿耿的手下。系统2张高级召唤卡全用了，叮，使用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圣境强者周梦，神王境强者白洁。呼，听到境界，你松了口气，还好运气不算太差，没保底，可喜可贺。但不对劲，你眉头一皱，周梦、白洁，这名字怎么听着都是你的？念头刚起，大殿中央光芒一闪，2道亮丽的身影凭空出现，落地瞬间便向你单膝跪下。周梦、白洁，见过店主，声音清脆悦耳。你这才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想差了，召唤强者哪还分什么男女，能打就行，起来吧。是，2人应声抬头。周梦一身红衣，身段窈窕，眉心一点红色花纹，妩媚入骨。白洁则是一身白袍，身材更是傲人，气质却清冷淡然。你的目光也不自觉地在他身上多停了一瞬。嗨嗨，你轻咳2声掩饰尴尬，随即抬手一挥，玄武盾和破军矛凭空出现，悬浮在他
他们面前，这2把武器你们先用着。谢店主，两人收下兵器，你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古兵这种利器就该在强者手里，至于秦风楚河，先用灵宝凑合着呢。下去吧，自己找地方开辟洞府。是，店主。目送两人离去，你转头又看向了系统。菩提古树3棵，这可是天阶上品的灵根，喝下茶叶泡的茶，能让人灵台清明，道运加深，绝对的顶级修炼资源。不错不错，你毫不犹豫，直接飞出大殿，悬于高空。扫视一圈后，你选定了位置，就这儿了。你随手一挥，3道金光自袖口飞出，没入地面。轰！大地剧烈一颤，3棵漆黑如墨的大树破土而出，迎风暴涨，眨眼间就高达3丈，树叶上遍布神异道纹，一股沁人心脾的奇香瞬间弥漫开来。你闻了一口，只觉得精神一振，你随手一招，10多片茶叶便落入掌心。3分钟后，你回到店内，端着一个随手捏出来的石杯，轻酌一口，好茶。品茶的同时，你也没闲着，懒洋洋地对系统开了口。系统4连抽，给我开了。叮，使用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准地冰朱雀弓、龙源果 X99 境界提升卡3张，上古凶兽本源精华2滴。一长串奖励让你猛地坐直了身体，眼睛都亮了。这次抽奖大赚！你心念一动，一把2米长的赤红长弓出现在手中，弓身雕刻着展翅的凤凰，气势磅礴，好酷的弓！你爱不释手的抹撒片刻，才把它收了起来。虽然很想试试威力，但总不能拿天上的星星当靶子，动静太大了，以后有不开眼的家伙上门找茬再说。接着是龙源果，天阶下品，1颗就能省下100年苦修。你随手拿起1颗扔进嘴里，满口香甜，灵气四溢。这点灵气对你没什么用，但对宗门其他人来说就不一样了。凌霄殿刚起步，什么都缺，这批龙源果正好可以用来当赏赐，兵器、功法、悟道殿，再加上这些，宗门总算有了个雏形。然后是那3张境界提升卡，你看了一眼介绍，字如其名，能无视瓶颈，无任何副作用的帮人提升一个小境界。一个名字立刻从你脑海里蹦了出来，古修准神尊6重天，你手下目前最强的战力，把卡用在他身上，利益最大化。想到这，你不再犹豫，直接传音，古修来大殿。没过多久，正在洞府中冥想的古修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。店主不用多礼，你用灵气拖住他，开门见山的问，你如今是准神尊6重天，对吧？古修虽然不解，但还是老实回答，回店主，正是。你放下茶杯，追问想不想更进一步？古修一愣，随即苦笑，自然想，可我天资愚钝，卡在这一境界已经2500年了。至于更进一步，他叹了口气，满是无奈。你看着他有些低落的样子，也不再卖关子，直接抬手一挥，淡然一笑，桎梏虽坚固，但也不是不能打破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心中默念，系统对古修使用3张境界提升卡。叮，使用成功。护宗神兽骸骨龙晋级成功，当前境界准神尊境9重天。话音刚落，古修身上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。他低头看着自己体内汹涌的灵气，整个人都懵了。那坚挺了2500年的瓶颈就这么碎了。他感受着体内那熟悉又陌生的力量增长，还没来得及镇静，气息再次攀升，又一个瓶颈瞬间消失。这是古修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嘴巴微张，一脸活见鬼的表情看着你。连破3层，整个九州界几万年的历史里，他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事。而这种离谱到极点的事情，现在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。他猛地抬头，紧紧盯着你。店主，就当是你加入宗门的见面礼。你云淡风轻的又给自己倒了杯茶。谢店主。古修反应过来，强压下心中的狂喜与骇然，扑通一声半跪在地，声音都在颤抖。古修定不忘今日之恩，以后定当为我凌霄殿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一刻，他彻底服了，什么被逼加入，什么不甘心，全都烟消云散了。随手就能让准神尊连破3境，这是什么通天手段？传出去整个大陆都得疯。行了，下去稳固境界吧。你挥了挥手，以后的世界还长着呢。是，眼看他要退出大殿，你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补了一句，对了，我闲着没事种了几棵茶树，味道不错，你摘些回去尝尝。古修脚步一顿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，店主，您说的是那3棵菩提古树？他进来时就注意到了那气息，他曾有幸喝过一次，终生难忘，眼光不错。你并不意外，得到肯定的答复。古修彻底麻了，早已在九州界绝迹2万年的菩提古树，自家店主闲着没事种了几棵。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，毕竟是能抬手间让自己突破3重天的大力，有几株菩提古树，虽然离谱，但好像也合情合理。古修摘了茶叶告退，回到洞府，感受着体内磅礴的力量和茶叶上的道运，对凌霄殿的归属感瞬间拉满。追随这样一位存在，那遥不可及的神尊之境，似乎也不是没可能了。当然，你并不知道古修的心理活动。此刻你的注意力全在最后2滴悬浮在空中的金色液体上，上古凶兽本源精华。你眼睛一亮，神识瞬间铺开，很快就锁定了目标。菩提古树下，一只硕大的白虎正趴在那，对着树叶直流口水。正是你带回来的那只灵海白虎。它只是在树下待了没多久，修为就自己突破到了灵海7重天。他知道这是好东西，但又不敢偷吃，只能趴在那望叶兴叹。你看着这一幕，顿时乐了，身影一闪，出现在树下。怎么想吃？吼！呜！白虎被你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咆哮，但看清是你后，声音瞬间变成了呜咽。硕大的虎头贴在地上，耸的一批，虎吃树叶可不太像话。你笑着甩出2滴本源精华，看着他瞬间抬起的脑袋，挑了挑眉，想要这个？吼！白虎双眼放光，巨大的脑袋在你手上疯狂乱蹭，渴望之情溢于言表。那2滴本源对他的吸引力比满树的茶叶还大，哈哈哈！你被这大家伙逗笑了，也不再吊他胃口，挥手将其中1滴本源精华弹了过去，想要就给你了。轰！白虎一口吞下本源精华，滚烫的热流瞬间传遍全身。吼！他忍不住仰天咆哮，声震四野。你嫌吵，拍了拍他的脑门，动静小点。咆哮声戛然而止，白虎立刻压下欲望，专心消化体内的力量，气势节节攀升。灵海8重、9重、10重，几个呼吸间，他就冲到了灵海巅峰。随即，随着一声低吼，
头，瓶颈破碎，气息暴涨，王境1重、2重，最终他的气息堪堪在王侯之境3重天稳定下。这才有点百兽之王的样子。你满意的揉着他的虎头后，虎子睁开眼，乖巧的用头蹭骨，同时眼巴巴的望着空中剩下的那滴本源精华。别急，也是你的。你笑了笑，将第2滴本源精华也弹给了他。虎子的气息再次开始攀升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抬头看向远处空无一人的天际，眉毛微微挑起。回来了吗？凌霄殿外，几道身影从天而降，正是秦风、楚河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白秦苍和白瑶父女。到了，白族长，这里就是我凌霄殿。秦风笑道。是。白秦苍客气回应，眼中却满是震撼。这里是万兽魔岭核心，和传说中的海古龙禁地做邻居。他身旁的白瑶更是捂住了小嘴，美眸中满是不可思议。好浓郁的灵气，如果说青丘狐族的灵气浓度是1，那这里的灵气起码是100。在这里修炼1天，怕是顶得上外面1个月。随着深入，4座云雾缭绕的仙风拔地而起，山川湖泊点缀其间，灵气浓郁如雾，仙禽飞舞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凌霄殿，白瑶俏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白秦苍也是一脸欣慰，女儿能在这里修行，未来超越自己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就在这时，秦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畅想，请跟我来吧，店主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一行人很快来到中央山峰下的普古树旁，只见树下一套石桌石椅，一个年轻的身影正坐在那，低头逗弄着一头威风凛凛的白虎。你似有所觉，抬头看来，脸上挂着一抹淡笑。店主秦风楚河立刻上前半跪行礼，我们回来了，辛苦了。你微微颔首，随手弹出4颗龙元果，赏你们的，回去修炼吧。是。两人领命离去。师尊，白瑶也上前一步，恭敬行礼，徒儿回来了。事情解决了就好。你点点头，随即转向旁边一处空无一人的地方，开口道：清雪。白瑶父女俩都是一愣，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。下一秒，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旁边响起：我在。师尊。他们猛地转头，只见一个比白瑶还小几岁的少女身影从虚无中缓缓凝视，最后俏生生地落在地上。白秦苍瞳孔骤然一缩，这是什么手段？他一个王侯之境8重天，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旁边有人。他下意识探查少女的修为，神情顿时变得更加惊骇。开府境2重，如此年纪就有这般修为，简直是妖孽。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女儿，心中刚升起的一丝自豪，瞬间被冲淡了不少。阿瑶，你看着眼前的2个弟子，一只手还揉着脚边白虎的大脑袋，声音挺温和。你刚来，让你师姐清雪带你熟悉一下。是，师尊。白瑶很乖巧，立刻转身对着穆清雪行了一礼。阿瑶见过大师姐。小姑娘有点愣住，大概没想到这个新来的师妹这么讲规矩。你没给她发愣的机会，直接发话。清雪，带你师妹在宗门里转转，然后给她找个地方开辟道场。是，师尊。穆清雪立刻回神，扶起白瑶，声音柔和下来。师妹别客气，我带你四处看看，麻烦大师姐了。很好，弟子们关系融洽。你目送他们离开，目光这才落到最后剩下的那个男人白秦苍身上。你还没开口，他扑通一下就单膝跪地，声音洪亮。青丘狐族族长白秦苍，见过店主大人。起来。你话音刚落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就把他拖了起来。他脸上写满了震惊。你笑了笑，指了指对面的石凳，叫店主就行。坐。谢店主。白秦苍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坐下了。他刚一坐定，眼神就被你脚边的白虎吸引了。后，白虎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，就这么一丝气息，白秦苍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王侯之境7重天，他心里肯定在惊涛骇浪。这头恶兽修为竟然只比我低一点，你很清楚。真打起来，白秦苍胜算也就6成。一头这么强的凶手，现在像只猫一样趴在你脚边，他看你的眼神，敬畏又多了几分。白族长，别那么紧张。你挥了挥手，桌上的茶杯自动滑到他面前。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。是。他点点头，拿起茶杯抿了一口，似乎放松了些，正准备开口说正事。此行。然而他只说了2个字就停住了。话刚出口，你对面的白秦苍突然就僵住了，双眼紧紧盯着手里的茶杯，身上的气息开始剧烈波动。王侯之境9重10重，天呐，还在涨。你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他身后的5条毛茸茸的尾巴唰的一下全冒了出来，疯狂乱舞。紧接着又一条新的尾巴猛地长出，他身上的气息最终稳稳停在了圣境1重天6尾了。你手上撸虎的动作没停，看着他突破还挺有意思。看来这狐族是突破一个大境界就多长一条尾巴。圣人之境，白秦苍本人已经彻底懵了，恍惚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感受着体内爆炸性的力量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喝了口茶，连破3重，直接成了圣人，这事也太玄幻了。他下意识地看向桌上那半杯茶，嘴巴张了张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肯定在想，这到底是什么天阶灵根泡的茶，居然拿来当待客的饮料，这也太好了吧。你看着他呆滞的样子，放下茶杯，淡淡的笑了。白族长，我这茶味道如何？白秦苍一个机灵，立刻回神，猛地站起来，收起尾巴，对着你就是一个90度的大礼。谢店主赐茶。行了，坐下。你挠着虎子的下巴，重新看向他，说南玄州的事吧。我睡了太久，外面什么情况一点都不知道。没错，拿下南玄州是你发展宗门的第一步，现在正好找个本地人当情报库。店主，且听我细细道来。接下来的时间，白秦苍把他知道的全都导了出来。南玄州3族鼎立，州主府、天机商会、赤阳宗。州主府最强，老大叫楚天阔，圣境6重，明面上的第一高手。天机商会做生意的，背景通天，没人敢惹。赤阳宗最次，但也有圣人坐镇。之前想灭了他们狐族的黑水玄蛇族，那个少主拜的师傅就是赤阳宗的宗主。说到这，白秦苍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。店主，黑水玄蛇族的莫林是魏松的亲传弟子，我担心赤阳宗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当然知道他担心什么。黑水玄蛇族被灭，这消息瞒不住，那个叫莫林的小子知道了，肯定要闹着报仇。赤阳宗虽然在你眼里什么都不算，但对刚刚元气大伤的狐族来说是个大麻烦。无妨，你下了口茶，不紧不慢，你们狐族也该换个地方住了吧。白秦苍叹了口气，店主所言极是，玉湖山的灵脉在之前的大战中毁得差不多了，已经不适合修炼了。就在这时，你脑子里叮的一声，是那个该死的系统。叮，主线任务已发布，请宿主注意。你心里一动，
动系统查看任务。丁主线任务：南州霸主，请在1年之内让凌霄殿成为南玄州的霸主势力。任务成功，奖励5000宗门点，108传承序列。任务失败，惩罚宿主修为暂时倒退3重天。你嗯了一声，眉头微微一皱。修为暂时倒退3重天，你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有些不悦。系统，这惩罚可不轻啊！丁回答宿主，主线任务旨在防止您懈怠，任务已发布，无法更改。紧接着，一行蓝色小字在你眼前跳动。任务完成倒计时364天23小时58分。你摇了摇头，但也无可奈何。1年，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怎么才算霸主？总不能一家家打过去吧？你沉吟片刻，抬头看向白擎苍。白族长，南玄州最近有什么热闹的大事吗？盛世。白擎苍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一亮。店主，2个半月后是5年一度的演武大会，你来了精神，说说看。是，这大会由各大势力联合举办，各家都会带天才子弟去比试，既是扬名，也是划分地盘和资源的一种方式。你越听，嘴角的弧度就越大。好，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正愁怎么把这帮人一锅端了。这大会来的正是时候。又聊了一会儿，白擎苍心满意足的告辞了。凌霄殿外，他摸着手上的储物戒，里面是你随手送的几两茶叶，感受着体内圣人之境4重天的澎湃力量。没错，临走前他又喝了2杯，又突破了，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。他觉得女儿拜入你门下，简直是青丘狐族几千年来最正确的决定。天要兴我青丘狐族啊！他回头望了一眼凌霄殿的方向，眼神充满期许，随即步伐加快，眼神沉了下来。阿瑶，我族的命运全压在你身上了。而就在白擎苍离开的同时，远在南玄州的另一端，赤阳宗的大殿里，气氛却有些压抑。几名紫袍护法对着守卫上那个魁梧的身影行礼。宗主魏松转过身，面容威严，他正是赤阳宗宗主，圣境3重天，查的怎么样了？灭了黑水玄蛇族的那2个神秘人，什么来路？最前方的首席护法抚着胡须，沉声道：宗主，基本可以确定是2位圣人之境的强者。圣人之境，魏松瞳孔一缩，南玄州的圣人就那么几个，他都认识，现在凭空冒出来2个，还搅黄了他的计划，这让他心里极其不爽。原本只要黑水玄蛇族灭了青丘狐族，再顺势投靠他赤阳宗，他的实力就能压过州主府，眼看就要成功了，全被这2个不知道哪来的程咬金给毁了。他从怀里摸出一块破碎的魂牌，上面是黑水玄蛇族长的名字。他面露不耐，随手将魂牌捏成了飞灰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首席护法叹了口气，我已经派人去详查，无论如何都要搞清楚对方的底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弟子匆匆跑进大殿。宗主，首席护法莫林在山门闹事，非要下山给族人报仇，被执法堂拿下了。莫林就是黑水玄蛇族的少主，魏松刚收的徒弟。魏松面无表情，关进函谷，面壁2个月。他当然知道这小子要去送命，虽然收他只是为了利用，但好歹是自己的弟子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白给。是，弟子领命退下。首席护法也告辞离开。大殿内只剩下魏松一人，他坐回首位，手指轻轻敲打着扶手，目光闪烁。青丘狐族圣人，事情好像变得麻烦起来了。转眼2个半月过去了，凌霄殿大殿，你盘膝而坐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周身波动的空间之力渐渐平息。太虚到点不愧是到点，短2个多月，你已经小有所成，可以随意融入虚空。古修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殿内，殿主都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好，你起身，与他一同来到殿外。所有人都已集结完毕，连白虎都威风凛凛地趴在一旁。殿主，师尊。吼！白虎第一个扑了上来，用他那巨大的头颅蹭着你，扫视一圈，对这2个多月的成果很满意。在菩提茶叶和各种天才地宝疯狂堆砌下，秦风和楚河双双突破神王境，周梦和白洁也各自精进。最让你惊喜的还是你的2个弟子，穆清雪涅槃境7重天，白瑶更是离谱，直接干到了涅槃境圆满，离灵海只差临门一脚，这升级速度连你都啧舌。就连天天吃了睡了吃的虎子也被喂到了圣人之境。既然都准备好了，那就出发。你抬手对着面前的空气随手一划，撕拉，一道黑色的空间裂缝凭空出现，你率先走了进去。穆清雪、白瑶、秦风、白洁紧随其后，古修和剩下的人则留守宗门。玄天城，南玄州最繁华的城市之一，也是这次演武大会的举办地。此时城门处人山人海，跟春运火车站似的。你带着人从空间裂缝中走出，看到这场景，眉头一挑，你带队刚走2步就停了，看着那堵得跟停车场一样的城门，还有人挨个收钱，你嗤笑一声，开玩笑，让你排队交钱。你抬手又是一划，另一道空间裂缝出现，直接通往城内。你带着人迈步而入，下一秒，你们已经身处城内宽敞的街道上，周围是古色古香的建筑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，热闹非凡。万寿魔岭的绿林花，400灵晶甩卖了，极品灵气追风弩，开府境拿了能击败宁迈境，拉倒吧你李胖子，开府境的高手都能击败宁迈境，你那弩有什么用？你饶有兴致的听着，带着弟子们缓缓前行。穆清雪、白瑶和白洁4人的组合，几乎瞬间就成了全街的焦点。天呐，那几个女的也太正了吧？哪家的小姐？不知道，看样子是来参加演武大会的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一个光头壮汉敲了敲胸口，满脸不屑。修仙界终究是靠拳头说话，不少人深以为然。你根本没在意这些目光，带着人走到一间看起来不错的酒楼前，正准备进去吃点东西。然而，就在你踏入酒楼的一瞬间，你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叮一声，只在你脑海中响起的提示音，让你停下了脚步。警告宿主，附近发现实心潜力弟子，立即招收。任务奖励：龙源果 X99，灵宝 X5，其他奖励随机。你眼眸瞬间亮起，果然还是得来大城市。在万寿魔岭
岭那种偏僻荒凉的地方待着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天才都扎堆在人多的地方。你身后的穆清雪他们看你突然处在门口，一脸疑惑。师尊，白瑶刚开口，你却理都没理，猛地一转身，朝着另一个方向大步流星的走去。跟我来。你的声音不带一丝解释，不容置疑。是，他们虽然满腹狐疑，但没一个敢多问。一行人立刻掉头，在店小二错愕的目光中，瞬间汇入人潮。于是你带着他们穿过几条街，一头扎进了一条更热闹的巷子。两边的摊贩扯着嗓子叫卖，吵得人头疼。你边走边扫视，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每一个摊位。终于，在一个冷清的角落，你停了下来。那摊位简直寒酸的可笑，一块破布上稀稀拉拉摆着几株蔫了吧唧的灵草和几把破铜烂铁。摊位后面，一个披着黑袍、戴着面具的家伙正盘腿坐着，手里捧着本书，身后还背着根黑不溜秋的长棍，装得倒挺悠闲。他察觉到你站定在摊前，这才慢悠悠放下书。面具下传来一道刻意伪装的苍老声音：“几位想看点什么？”他一开口，你身后的白洁和秦风立刻跟你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表情都变得古怪起来。你嘴角一勾，视线就那么赤裸裸地落在他那张面具上，轻笑出声：“有点意思。”隐匿气息的极品灵宝，你拿来装老头。此话一出，那摊主的身形猛然一僵，袍子下的眼睛唰的一下抬起，紧紧盯住你，但嘴上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，只是开始重新评估你这个笑得像只狐狸的年轻人。天赋不错，小子，你压根不在乎他怎么看，双手背到身后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命令：“有没有兴趣跟本座聊聊？”这话就像一记重锤，砸得那黑袍摊主身体微微一颤，他沉默了足足几秒，才再次开口。这次面具下传出的声音变成了带着几分无奈的青年嗓音：“我可以拒绝吗？”这声音一出来，穆清雪和白瑶两女瞬间瞪大了眼睛，但他们立刻想起你刚才的话，脸上的疑惑瞬间变成了然。故弄玄虚的家伙，原来这么年轻。呵呵，你没在说话，只是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白洁和秦风立刻心领神会，一左一右的上前，直接把这个小破摊位给围死了。几位，请稍等。面具下的嘴角明显抽搐了一下，他认命的收起书，站起身，把那几样破烂玩意胡乱一卷，本来还算平静的心情瞬间烂成了泥。看到他这么上当，你满意地点点头，转身就走。穆清雪和白瑶紧随其后，至于那小子，只能在白洁和秦风的护送下，硬着头皮跟了上来。一刻钟后，你们回到了之前那家酒楼，小二热情地将你们迎进包间，你毫不客气地在主位坐下，其他人也相继落座。等小二关上门，你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这才把视线投向那个还戴着面具的家伙，挑了挑眉，戴着面具一会怎么吃饭？他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拉下兜帽，摘掉了面具，露出一张略显普通的年轻面孔。在下路星河见过诸位前辈。面具一摘，他身上隐秘的气息瞬间暴露。开府境七重天，穆清雪和白瑶心里都是一惊，他们很清楚自己能有今天的修为，全靠你的资源堆砌。要是放在拜你为师前，这小子的天赋妥妥地碾压他们。敢问诸位前辈？陆星河躬身抱拳，语气忐忑的要命：“找在下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他现在心里又惊又急，满是无奈。本来只想安安静静摆个摊，赚点修炼资源，谁知道生意没开张，就撞上了你这种大神。那面具可是他的保命底牌，圣人之境都看不穿，结果被你一口道破。他当时就懵了，自己一个开府境的小趴才，怎么会惹上这种级别的强者？好，别开玩笑了，你吹口气都能把他骨灰扬了，所以他只能老老实实跟过来，赌那一线生机。你放下茶杯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直截了当的问道：“小子，有师傅吗？”陆星河猛地抬头，满脸错愕，显然没跟上你的思路，但随即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回答：“回前辈，在下没有师承，就是个散修。”很好，你嘴角的弧度更大了，对他这个答案满意至极。就在陆星河还在疯狂猜测你的意图时，你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死机。小子，愿不愿意入我凌霄殿做本座的弟子？你一句话让整个包间陷入了死寂。陆星河的大脑彻底宕机，眼神都直了。你看着他那副傻样，眉头微皱，故作惋惜的开口：“怎么不愿意？”“不，前辈别误会。”陆星河像是被电击了一样，猛地回过神，声音都因为激动而变了调：“在下愿意，我愿意。”他很清楚，这是天大的造化砸在了自己头上，被一位深不可测的强者看中收徒，这简直是一步登天。下一秒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扑通一声直接跪在地上，梆梆梆就是3个响头。“师尊在上，请受弟子陆星河一拜。”话音刚落，你脑海里冰冷的系统音准时响起：“叮，恭喜宿主收服10星天赋弟子，任务奖励已发放。”你嘴角微咧，爽了。衣袍轻轻一挥，一股柔和的灵力便将陆星河从地上托起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本座的弟子了。是。陆星河刚站稳，眼前忽然一花，几十枚闪烁着微光的果子凭空出现，悬浮在他面前。那浓郁的果香让他忍不住狠狠咽了口唾。这是龙元果。穆清雪适时开口，柔声提醒：“收下吧，小师弟。”是。陆星河下意识把东西收进储物戒指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试探性的看向穆清雪和白瑶：“师姐，小师弟你好啊。”白瑶立刻应声，笑得花枝招展：“我叫白瑶，你二师姐。”穆清雪也温柔一笑：“我名穆清雪，是你大师姐。”星河见过2位师姐，还有这边，你指了指白洁和秦风，这是我们凌霄殿的2位护法。陆星河不敢怠慢，连忙又郑重行礼。他可不傻，能当你宗门的护法，起码也得是圣人之境的强者。行了，都坐下吧。你话音刚落，一桌美酒佳肴也正好端了上来。你毫不客气的大快朵，就算早已辟谷，但前世的口腹之欲，你可没打算戒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你起身走到窗前，背对众人，在心里默念：“系统抽奖，叮！”随机奖励抽取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天阶上品神通龙象镇魔功。你眼眸微亮，龙象镇魔功主修体魄，修成后可获龙象之力，大成之时，身躯撼天动地，一吼吼落星辰。好东西，你心里顿时有了计较。你这凌霄殿现在就是个空壳子，穷的叮当响，功法神通更是缺的厉害。这门神通来的正是时候。与此同时，你那几个弟子已经聊开了。小师弟手段挺多啊。白瑶好奇的摆弄着陆星河放在桌上的面具，要不是师尊在，我们可都被你骗过去了。嗨，陆星河尴尬的摸了摸鼻子，师姐说笑了，这点微末道行在你们面前不值一提。师弟不
必自谦。穆清雪微笑道：“以你的天赋，用不了多久，修为恐怕就要超过我们了。”对啊，白瑶一脸揶揄，到时候师姐可就要靠你保护了。小师弟，陆星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：“不知两位师姐如今是何境界？”穆清雪和白瑶相视一笑，下一刻，两股强横的气息瞬间释放，又在眨眼间收敛。但就是那一瞬间，陆星河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，那是涅槃境的气息。师弟，我是涅槃境7重天。穆清雪的声音依旧温柔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大。你二师姐已经是涅槃境圆满，随时可能踏入灵海。灵海，陆星河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，彻底失声了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同龄人中已经算是顶尖，没想到这两位师姐一个比一个猛，一个高他一个大境界，另一个更是超了他10几个小境界。然而短暂的震惊过后，他的眼神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熊熊燃烧的战意。天才怎么可能轻易认输？你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嘴角的弧度就越大。好，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正愁怎么把这帮人一锅端了。这大会来的正是时候。又聊了一会儿，白擎苍心满意足的告辞了。吃饱喝足，你们在附近找了家客栈住下。演武大会那种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儿，你压根没兴趣。入夜，陆星河的房间内，他盘坐在床，拿出一枚你给的龙元果。那拳头大小的果子一出现，浓郁的灵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，几乎化为实质。龙元果，他看着这颗果子，又咽了口水。在他看来，这至少是地阶灵果。师尊出手，真是大方的离谱。咔嚓，他不再犹豫，一口将整颗果子吞了下去。还没等他尝出什么味，一股狂暴的灵气洪流瞬间在他体内炸开。陆星河脸色巨变，清秀的面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，身上的衣服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。好恐怖的灵力，他差点被当场能量过载。他不敢怠慢，立刻强撑着运起你传授给他的法力，太虚到点。同一时间，隔壁房间地女只是微微侧目，心念一动，陆星河房内的一切便清晰地呈现在你脑海中。嚯，开始了！你随手一挥，一道无形的护罩瞬间笼罩了他的房间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他在里面把天捅个窟窿，外面也听不到半点动静。此刻，陆星河对你的暗中观察毫无察觉，他调动起太虚到点，毫不犹豫地驱使着体内那片狂暴的灵力海洋，狠狠撞向修为的壁垒。轰！开府境8重天破！轰！开府境9重天破！轰！开府境10重天破！几个呼吸之间，他连破3关，直达开府境圆满。体内的灵力被疯狂消耗，他那快要炸开的感觉才稍微缓解。他感受着体内依旧充盈的可怕的灵力，本想一鼓作气冲击涅槃，却突然犹豫了。在这里渡劫，动静太大了，肯定会给你惹来麻烦。就在这时，你的声音在他脑海中骤然响起，平淡却不容抗拒。集中精力，一鼓作气突破。师尊，陆星河一愣，但体内再次翻涌的灵力让他没时间多想。他一咬牙，心一横，既然师尊都发话了，那还犹豫个锤子？干了！轰隆一声惊雷在玄天城上空炸响，无数修士骇然抬头，只见一片浓郁的劫云正在疯狂汇聚。雷劫，是谁敢在玄天城里渡劫？疯了吧？这是自寻末路啊！有好戏看了！整座城市瞬间炸开了锅，而你依旧坐在房内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你只是平静地望着窗外那片翻滚的黑云，缓缓抬起手掌，对着天空轻轻吐出一个字：散。话音落下，空中那翻滚咆哮的劫云猛地一滞，紧接着，在全城数十万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，一只遮天蔽日的灵气巨掌凭空出现，像排苍蝇一样对着那片劫云狠狠一挥。轰！那酝酿了半天，足以让无数修士闻风丧胆的雷雨，就这么被一巴掌拍得烟消云散。天空为之一清，玄天城内一片死寂，无数人张着嘴，瞪着眼，紧紧地盯着那只缓缓消散的灵气巨掌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师尊，一名年轻修士哆哆嗦嗦地问身旁的老者：“雷劫还能被人打碎的吗？”老者喉结滚动，满脸苦涩与敬畏：“为师闻所未闻。”与此同时，在城中一座高楼上，赤阳宗宗主魏松，这位圣人之境的强者，同样一脸骇然地望着天空，徒手击碎雷劫。此人到底是谁？他能感觉到那残留的灵气波动，让他都感到心悸。他很清楚，这种事整个南玄州都没人能做到。一个神王境以上的神秘强者突然降临玄天城，魏松的心沉了下去。然而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你却毫不在意，你只是确保了你新收的徒弟能安安静静的突破而已。此刻，陆星河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。当他稳固境界，从修炼中醒来时，已经是涅槃境2重天了，差点就爆了。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心有余悸。那龙元果根本不是地阶，绝对是天阶。不过，他看着毫发无损的自己，一脸纳闷：我涅槃境的雷劫呢？看来挺顺利的。一道声音忽然响起，你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房内，正乐呵呵地看着他。师尊，陆星河连忙下床行礼，你随意的摆摆手，在他身上扫了一眼，满意地点点头。涅槃境2重天，不错，都是师尊栽培。陆星河感激涕零，随即又忍不住问道：那个师尊，我怎么没有雷劫啊？难道我体质特殊？不是，你风轻云淡的回答，你体质很普通，至于雷劫，被我打散了而已。陆星河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啥玩意儿？雷劫被你打散了？这东西还能打散的？你没再理会他实话的表情，丢下一句抓紧时间巩固修为，便转身消失了。